我一看这发钗，便知道你遭了难。你娘要是知道你在这儿遭了这样的罪，她得多心疼啊！刘姨，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这次我能见到柳姨一面，已经很知足了。就是不知道肃国公他会不会……丽儿，你别担心，我虽不能从肃国公手中将你带走，我定会让那江家人把你从他那里接走。你等着吧。快点，快点！后边跟上！听闻肃国公善于私刑逼供，但我得提醒你，此女可是相国嫡女。若是日后我发现她身上有何不妥，定会如实禀报江相国。这江家还会管她吗？江家不管她，那朝廷就管不了肃国公了吗？嗯，这柳夫人还挺厉害。说正事儿。哦，正事就是人醒了，带走吗？让他歇一晚再走吧，免得人说我苛待犯人。可秦公子都已经押走了，这犯人跟犯人不一样。准备纸笔，我要写封奏书。这真女堂，我也想凑凑热闹。是。童儿，姐姐，对不起，我把姐姐自伤的事情说出去了，我真的是太没用了。没关系，如今也不重要了。姐姐，那个肃国公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他是个意外。我听外面都在说要把姐姐带回京城去受审，这不挺好吗？将计就计，我们可以下青城山回京城了。可是姐姐，我们就算能回到京城，也回不到江家呀。而且，那个柳夫人真的会去江家吗？柳夫人不用去求江家。堂主与人苟合之事，已经给了柳公一个在朝堂上说话的口子。此事只要呈上朝廷，摆在圣上面前，江家就不得不把这个丢了10年的女儿想起来。江家位居高位，断不愿落个薄情寡义之名。所以，不管江家愿意与否，接江离回家这件事，他们不仅要做，还会做得风风光光。昨夜睡得好吗？肃国公一夜没睡。想了一宿，你到底姓什么？肃国公没有问柳夫人吗？柳夫人说你好像叫梨花。哦，狸猫，小狸猫。肃国公请自重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犯人教我自重呢。你这也太没有犯人的自觉了吧？这样呢？昨日发狠抽自己的后背，今日又伸手就绑。你这小命拼过头了。肃国公应该不怕拼命的人吧？走了。姐姐。
陛下令臣采风问事，臣已悉数完成，写于奏表之中。朕听闻你妻子亡故，丧仪之礼辛苦连日，还能将朕交给你的差事办得如此妥帖，实乃能臣。回陛下，臣前些时日因家妻亡故，心中颇为伤怀，还要抽身回其母家处置后事。陛下所差未能尽善，臣迟出惶恐，还请陛下恕罪。人之常情，何罪之有？沈清与亡妻情深意切，又对其家人极尽孝道，实乃我朝典范。在朝百官当以此为例，凡有夫妻恩爱、治家守孝者，也当一应推举，为朝廷所倚重。谢陛下。江青。臣在。修陵一事进展如何？夏太后的陵寝已大致完工，只剩3间享殿尚余几处篆刻未善。下个月迁陵大典之前，定可全部完工。生母生前，朕未能尽孝。江青奏议，为母后建陵修园，上为天陵，下宽朕心，且亲自主持修建陵寝一事，夙兴夜寐，连日辛苦。江青奉朕，可谓是体谅之至啊。臣甘之如饴。免礼。陛下，臣刚从工部处得知，此次修陵亏空甚多呀。哦，陛下，上个月京郊大暑，酷热难耐，臣见修陵的工匠之中有人中暑倒下，不得不将工程暂停。但迁陵之期不可废，只能成倍地征调工匠以赶工时，更遣人从城南灌桶运水，以供工匠之需，其中必有支行，可怎么能被污蔑成亏空二字？都说中书令爱民如己啊，果不其然。不过修缮陵墓乃朝中要事，且不说百姓这悠悠之口，御史言官哪个不是捏着笔看着呀？私自更改工部预算，非同小可。江相国倒是借此事沽名钓誉了，可众口铄金啊！我提醒你一句，你置陛下于何地呀？李相国，江相。行了，多出的支号大内补了便是，两位爱卿不必再争执。是。柳青。臣在。青城山的真女堂，并非官筑的庵堂，也不是哪个官员私筑的学堂。可朕听说，这几年，京城的官员往那个地方捐粮捐物的甚多。就这么个地方，竟然发生如此荒唐龌龊之事！回陛下，家中